未开之乡是我们现在一直在用心制作的系列，我们会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淘来值得一见的东西，还请大家关注一下。天要黑下来了，睁大眼睛哦。这是一款90年代末宝丽来公司发行的拍立得相机，产量很少，大名街头夜行机。很多小伙伴都会问我们是买宝丽来还是富士拍立得，纠结于相机的价格还有出片效果，也会留言让我们推荐一款600型号的宝丽来相机。我只能说，抛开价格，就论个人体验，这一次我们是用它拍出了各种好看的照片，废片率也低了很多。话不多说，直接上手。我们先把相机打开，然后把相纸装进去。现在我们要根据这个环境还有场景来调节一下它的明暗档位。如果说你想拍比较近的物体，可以把它的定摄镜打开就行，这就是拍摄前最基本的操作。但是如果这台相机没点神奇的本领，它怎么可能出现在我们的未开之乡系列里呢？在90年代末，经过宝丽来的精良改造，它成功打破600系列玩具造型和以联名出圈的僵局，实现了科技的飞跃。在同型号的宝丽来相机里，它是唯一一台可以实现长时间曝光摄影的相机哦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极具科技感的贴纸，这边上面用英文标注了不同档位以及对应的曝光时间。我们转到侧面，你听这调节档位的滴答声，就展现了工程师在夜以继日的研发时的光阴流逝。他们的设计细微到2毫米的加减标注，更厉害的是，它这边还留了一个小孔，是可以让你插快门线的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的快门线足够长，隔着太平洋你也可以操控它。一定要告诉大家的拍摄 tips： 第一，随身带上三脚架，有条件的可以使用快门线，这个组合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拍糊。第二，尽量把静态主体构图在前景，这样的话能够让最后的闪光灯把前景打亮。第三，想要夜景里面的街灯更亮，想要拍出更复杂的光绘，拉出更长的车灯，只要延长曝光时间就可以了。最后，天冷出片，记得贴肉保存哦。这次的开箱，我们的体验时间很长，也用它拍了很多场景，因为想尽量全方位为大家展示街头夜行机的功能性。说实话，感受下来，用它拍长曝光很累，比用其他拍立得都要累，因为无论从构思、构图到拍摄，它都有点违背了拍立得即拍即得、简单操作的主旨。但是呢，看一眼手中的照片，背过身去时候的车水马龙，出地铁的行色匆匆，白天里的寻常小道，在夜晚的快门定格下，他竟然只用了1张照片就讲述了8秒钟的故事。如果给你8秒的长曝光，你想定格什么呢？那这一期的未开之乡就到这里了，你们的3连真的对我们很重要，谢谢。让我看看谁还没有点赞。我是意识到流的肯肯，那我们
下期再见。